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你好，星期六呆萌3连，告白粉丝泪崩全场。这个5月，娱乐圈的刀光剑影不输任何武侠剧。当富山海剧组正紧锣密鼓筹备定档时，一则录音曝光将这部 S 级古装剧推向舆论漩涡。新加坡籍女2号李凯欣被曝在私人聚会中辱骂中国人都是傻逼，更放言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。消息一出，话题瞬间引爆热搜，连带诚意、古力娜扎主演的《富山海》被推上风口浪尖。据曝光的录音片段显示，李凯欣用词粗鄙地贬低中国观众，甚至直言红不红无所谓，反正钱赚到了。尽管其工作室火速发声明否认，称录音系恶意剪辑，但网友并不买账。某娱乐大 V 扒出李凯欣早年社交平台动态，发现其曾多次发表讨厌中国食物、北京空气太差等言论，坐实其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的双面人设。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已介入调查，业内人士透露，若定性未列记艺人，按现行规定必须删减所有镜头。但李凯欣在《富山海》中饰演的魔娇妖女戏份极重，几乎是隐形女主，爱换脸成本将超2000万。更棘手的是，该剧原定5月17日诚意生日当天上线，如今播出时间成谜。就在富山海深陷泥潭时，对家剧集《藏海传》突然官宣定档5月18日央视8套黄金档。这部由郑晓龙执导、肖战主演的古装权谋剧，讲述大雍国钦天监遗孤藏海隐姓埋名10年，以匠人身份入朝堂复仇的故事。从预告片看，肖战首次挑战美强惨人设，与张婧仪饰演的狄国郡主有多场虐心对手戏，服化道更是延续《甄嬛传》团队的高水准。反观《富山海》，虽改编自温瑞安经典 IP， 诚意分饰现代编剧萧明明与古代大侠萧秋水双角色，古力娜扎的打戏也颇具亮点，但女2号事件无疑让该剧蒙上阴影。某视频平台采购部负责人直言，现在买剧第一要看艺人风险评估，李凯欣这波操作至少让富山海的招商缩水30%。就在舆论最焦灼时，诚意在你好星期六的预告片段意外成为破局关键。在游戏环节抽到塑料袋搭讪杨迪3个词的诚意，贡献了本季最爆笑名场面。爸爸妈妈把塑料袋扔了，搭讪了杨迪老师。爷爷奶奶把塑料袋扔了，搭讪了杨迪老师。当他说出第3句“我把塑料袋扔了”时，何炅直接笑蹲：“你们全家都扔塑料袋啊！”这段 CUT 在抖音播放量破亿，诚意塑料袋搭讪冲上热搜 TOP3，网友纷纷调侃，建议杨迪申请工伤，被诚意全家搭讪可还行。更戳泪点的是丢弃标签环节。当其他嘉宾选择年龄、焦虑、网络暴力等深刻话题时，诚意却认真写下财富和自由，在众人错愕中哽咽道：“诚意可以没有财富，没有自由，但是我有你们。”现场瞬间陷入寂静，随后爆发出掌声。粉丝制作的《我可以没有一切，但不能没有你》二创视频，在 B 站斩获100万播放。李凯欣事件并非孤立。近年来，从某加拿大籍艺人涉毒被封杀，到某女团成员参观靖国神社遭全网抵制，艺人失德成本越来越高。某制片人透露，现在签艺人合同必须加道德条款，一旦出事要赔偿剧组损失。像李凯欣这种情况，保守估计要赔付片酬的3倍。对于富山海而言，换脸补拍已是唯一出路。知情人士称，剧组正接触某 AI 换脸公司，对方报价单即50万，且无法保证观众不出戏。参考3000压杀换脸效果，观众只会更关注技术瑕疵，不如删减女2线，
主打诚意鼓励娜扎 CP。从莲花楼爆红到富山海风波，诚意的演艺之路堪称励志范本。而李凯欣的坠落，则给所有艺人敲响警钟，在观众用真金白银支持你的时代，尊重是最基本的底线。正如某网友所说，我们可以接受你演技差，但绝不原谅你辱华。诚意用综艺里的真诚证明，什么才是演员该有的样子。诚意塑料袋3连击引爆笑，何炅杨迪破防，网友内娱独一份的你好星期六舞台上，诚意用3个词塑料袋搭讪杨迪，掀起了一场冷幽默风暴。当被要求造句时，他一板一眼的连续输出：爸爸妈妈把塑料袋扔了，搭讪了杨迪老师；爷爷奶奶把塑料袋扔了，搭讪了杨迪老师；我把这个塑料袋扔了，搭讪杨迪老师。句式雷同却一本正经的模样，让何炅当场捂脸哀嚎：你们是一家人啊！杨迪则自嘲这是职业生涯高光时刻，笑称要把被诚意全家搭讪写进简历。这场塑料袋3连击迅速登上热搜，单日阅读量破亿，衍生出杨迪简历文学、何炅原则崩塌等段子。湖南卫视官博连夜连发8条内容助推热度，粉丝疯狂刷屏。诚意的脑回路是内娱未解之谜，反差萌暴击，武侠男神竟是电子哈基米。诚意的冷幽默之所以杀伤力十足，正源于其与荧幕形象的极致反差。在热播剧《富山海》中，他是剑气如虹的侠客，打戏行云流水，被网友誉为内娱武侠之光。然而综艺里的他却像是误入人类世界的电子哈基米，用最严肃的表情说最无厘头的台词。这种反差早有端倪。此前莲花楼剧组探班中，他被曝是片场隐形喜剧人，会偷偷给工作人员塞零食、讲冷笑话，甚至因过度投入游戏而把粤语歌唱成散装 rap， 被何炅调侃做了好多事，但没一件对的。这一次，他不过是将认真是搞笑发挥到极致，逻辑清奇却满脸真诚，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直呼：这男人究竟还有多少惊喜？破圈密码，冷幽默为何能杀疯内娱？诚意的走红绝非偶然。当下观众早已厌倦套路化搞笑，而他这种天然去雕式的冷幽默，恰好击中大众痛点。反套路突围，不靠夸张表情或肢体动作，仅凭逻辑跳脱的台词和真挚态度制造笑点。如网友所言，他越认真，我越想笑。真实感加持。剧组同事透露，诚意私下便是钝感力满分的憨直性格，综艺表现不过是本色出演。这种真实消解了明星与观众的距离感。反差张力，武侠剧中的凌厉与综艺里的呆萌形成强烈对比，满足观众对多面偶像的想象。正如业内人士评价，他让演员2字有了更立体的注解。流量涟漪，从综艺爆梗到剧集未播先火。这场塑料袋事件不仅成就了综艺名场面，更意外带火诚意主演的《富山海》。该剧超话一夜登顶周榜，预约量突破700万。网友调侃：为了看侠客诚意如何在剧里找不综艺人设，这剧我追定了。制片方趁势放出诚意360度旋转打戏花絮，力量与美感并存的画面再度引发热议。观众恍然发现，这位冷幽默大师在专业领域同样能打位练一字马忍痛数月，打戏亲自上阵险些受伤。这种戏里拼命，戏外萌系的反差，让他的路人缘持续飙升。冷幽默或是内娱综艺新蓝海。诚意的现象级出圈，为内娱综艺提供了新思路。传统喜剧依赖剧本与表演，而他的冷幽默更多依靠个人特质与临场反应，难以复制却极具辨识度。正如网友总结，别人搞笑靠技术，诚意靠基因突变。制作团队若能挖掘更多明星的反差萌点，或许能开辟综艺赛道的新蓝海。当武侠脸遇上喜剧魂，诚意的走红
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化学反应。他用冷幽默撕掉标签，证明演员不必囿于单一形象，观众用笑声投票，宣告内娱需要更多不按套路出牌的真性情。或许正如粉丝所言，我们爱的从来不是完美偶像，而是鲜活生动的人。